在阿布辛堡这一天的一日游，我们先是看了那个 Great Temple， 就是 Ramesses II 他自己的 temple，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又去看了那个小 temple， 那个小 temple 是为了他的妻子 Nefertari 建的，这两个 temple 是大概距离100米左右吧，自己走过去就行了。这两个神庙里面的保存都是挺不错的，那些岩刻受到只是轻微的破坏，大部分都没有说后来人工那个在修复的痕迹。在上一期视频当中，我介绍了参观大 temple The Great Temple 的情况，如果您错过了或者是想再看一下的话，在这个视频的尾部我会把那个链接放上来。在这个视频当中，我主要是聊一聊这个小的 temple The Small Temple。 这个小 temple 是两个 temple 当中是最早被西方的埃及学家发现的。19世纪末的时候吧，一个德国的埃及学家来这里参观，当时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路的，他们发烧友嘛，然后自己可能是坐骆驼到处逛，然后听人说这里有那个一些雕塑，然后完了就过来看了，然后看到这个小 temple门前这几个塑像的上半身，后来就他们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吧。然后他们西欧国家当时对埃及的文化也是非常的珍视，他们好像是自己有一些 budget 啊，有一些 funding 啊，或者是那个机构来专门帮助这件事情的。发现这个小 temple 的雕像之后，他们在旁边转，然后完了又发现100米开外还有另外很巨大的雕像的上半部，那个就是大神庙 The Great Temple。 这两个神庙内部的岩刻保存的如此完好是有原因的。它建造是在公元前大约1264年左右，然后持续了20年。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，这两个神庙就被弃用了，然后逐渐被黄沙所淹没。到19世纪末被德国人发现的时候，这两个神庙已经在黄沙底下沉睡了大约有2300多年。和大 temple 相比，这个小 temple 也是挺有它自己的特色的。首先第一个，您注意到了没有，就是大 temple 它前面4个雕像嘛，都是 Ramesses II 他自己的雕像，然后完了旁边他的妻子 Nefertari 的雕像是很小的，只是到他的膝盖那么高的一个雕像。然后这个小 temple 的话，应该也是因为是为Nefertari 所建的一个神庙的原因吧。Nefertari 的它高度就是和 Ramesses II 差不多高了。据历史学家考证说，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呈现方式，就是一般来讲，法老他的妻子在和法老一同出现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雕像总是很矮小的，一般不会超过法老膝盖的高度。然后您看到这个小神庙前面有2组雕像吗？左边3个，右边3个，然后这2组中间的都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，那无疑应该就是 Nefertari 了，这个大家都可以猜出来。那另外4个男性的雕像是谁呢？您如果看过我之前关于那个大神庙的视频的话，应该就猜得出来，都是 Ramesses II。是的，虽然这个神庙是为他的妻子修建，他的形象还是无处不在。然后这些雕像下面有几个小人的那个塑像，那个是他们俩的子女。在大殿里头有很多岩刻，它表达的是 Nefertari 他怎么样受到了一个天上主管生育生命的一个神叫 Hathor 这个神的祝福。有很多画面表达的应该就是 Nefertari 他在给 Hathor 进献一些贡品吧。和其他一些法老的大殿里头的壁刻不同，它这里头Nefertari 它除了敬奉一些香油啊之类之外，它很多时候敬奉的一种东西是一种花。之前我也听那个导游说过，其实在古埃及的文化和信仰里头莲花和芦苇都是很神圣的物品。然后完了，我自己又做了一下功课，发现它这里的莲花其实叫做 Blue Lotus， 是蓝莲花。我不知道许巍的那个蓝莲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？但是确实光从这个名字看，就是让人觉得是非常的神圣。
以及神秘。根据网上的信息说，这个蓝莲花它确实是存在的，不是说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里的花。因为当初在那个图特卡门那个墓啊被发现的时候，他那个木乃伊身上都铺满了那个蓝莲花的花瓣。因为蓝莲花它有个特点，它是白天是在水面开花，然后到夜晚它会沉没到水下，当时是生长在那个尼罗河里头的。然后完了，每天它这样子日出而开，日落而息，就是让人联想到了和太阳一样子的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概念。所以的话，古埃及人就是把它和生命联想起来了。然后完了，古埃及人也是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会复生了嘛，所以就是说蓝莲花也被用来在很多那个葬礼上，或者是在那个埋那个木乃伊的时候会用到，就是以增强这个木乃伊以后来世再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吧。神殿里还有一些壁画是反映 Ramses II 他自己的一个权力的获得，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受到天上的神的一个祝福和许可，让他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之类的。和大神殿里的壁刻一样，这里头经常是Ramses II 他受到了不止一位神的祝福和许可。参观完小神庙已经差不多1点钟左右了，我们出来在外面看到司机已经在那等着我们了，让他们带着我们去旁边的餐馆吃了一点饭，然后就启程回去阿斯万。这样子算来就时间是正好，就下午应该是4点钟左右就回到了阿斯万。他们最后是在那个码头放下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自己坐渡轮回到民宿。然后就是这一天时间安排的很充裕，因为早上没有睡懒觉嘛，所以就是舒舒服服的洗了澡。华灯初上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个民宿，让老板给我们准备了比较好的一顿晚餐。这个老板他是非常西化的，他应该是在大城市上过大学，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多，就是非常 open 的一个人。然后在那儿，我让他们给我们上了一个埃及当地的一个甜点，叫 Omali。其实就是一个把馕撕碎了和一些炼乳还有牛奶混合在一起，可能是蒸或者是炖煮过的一个甜点，然后上面会撒一些葡萄干或者是果仁之类的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我们家3口都挺喜欢吃的。后来回到密西沙加，还特地去当地的一个埃及餐馆，就是专门点了这个，然后感觉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点吧，和那个阿斯旺这一家的餐馆相比起来。吃完饭之后，又向老板要了他们这个阿拉伯的水烟袋，试了一下，一点都不冲，我也抽了几口，它是可以有各种果味可以选的，比如说凤梨味啦，或是芒果味啦，或是苹果味之类的，我忘了我们选的是什么味了，反正是那个烟的感觉是淡淡的，然后有一点点果香那样子，还挺不错的。吃完饭烟也抽完了，然后完了我们一家3口就是拿着一个小手电去后面转了转，因为它这个民宿后面其实就是一个村庄，有些小路吧，就是那个其实是有点害怕的，我们当时就说一边感到害怕，一边感到有点刺激，然后就在那走了一下。据我家领导事先做的功课，说是沿这个巷子走好，在另外一侧有一个景点，是一个教堂还是清真寺之类的，然后完了我们就是一路走过去，后来其实还是找到了，但是那个寺庙早就已经关门了，然后完了我们就是在外面看了一下又回来了，然后完了回来的时候就是很怕这迷路，还好我们这个民宿的老板他很聪明，他在后门那弄了一个简直是闪的要亮瞎你的眼的那种霓光灯，所以就远远就看到了，就很容易的回到了民宿，一夜无话。这叫亮瞎你的眼。